不要在深夜冲动发微博，因为会后悔。11月3日凌晨2点28，王岳伦发了这样一条微博，貌似标准的贵圈官宣离婚范文，平静而友好。但是最后一句什么意思？平静的水面底下暗流汹涌着呢。或许是觉得不妥，王导很快删掉了这条微博，但他低估了微博网友的实力。有种技能叫不睡，有种爱好叫截图，有种速度叫手速。早晨睁开眼，大家已经被塞了满嘴的瓜，消息快速登顶热搜第一。意思呢，大家都看懂了，别人家的事儿关起门，真相怎样外人也不知道。但从情商角度，网友们还是觉得他绿茶的太不高明，自己被带到错处，反而甩锅给对方，不高明也不坦荡。之前的酒店疑云、副驾驶风波、逼咚事件余音未了，又被拍到与其他女性夜入酒店，2天之后身边又换了女伴，搂肩膀捉小手喂食物。大家越来越发现，在他呆呆的日常表情之下，原来是那么浪漫而无处安放的感情啊。李湘家境非常优渥，父亲是省高院副院长，母亲是深湘汽车的一把手，原本起跑线就比别人出众，又努力肯拼，有人捧，自己也够争气。20年前综艺远没有今天这么发达，快乐大本营是公认顶流。作为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李湘顺理成章成为芒果一姐。她打破了女主持人一贯的温柔端庄，语速飞快，爱说爱笑，与节目的娱乐效果相得益彰。1996年出道，叱咤芒果台10多年。除了主持节目，李湘还主演了《快嘴李翠莲》《四大名捕》等多部热播电视剧，发了多张歌曲专辑，事业全面大红。更要命的是，她还擅长赚钱。据说赶上了房价上升的红利时期，她常劝朋友们大胆投资房产，何炅就是受益者，开玩笑说跟着香姐有肉吃。近些年，李湘抓住时机切换赛道，先后任深圳卫视副总裁、360娱乐总裁、芒果影业总经理，拥有芒果影业20%股份。而且他敢想敢做，比别人更早投入直播，曾一夜创下664万销售额的辉煌业绩。与吸金能力相对应的是他奢侈的花销以及被诟病的生活方式。节目里，他家冰箱门一打开，里面全是昂贵补品与食材，燕窝、花椒、虫草、鱼子酱都是小菜一碟。他在节目里自曝每月零花钱65万，光花在吃上面最少有7万。那段时间，很多营销号拿着说是把它当作放纵欲望、暴饮暴食的反面教材，平日穿搭都走贵妇风，名牌无数，珠光宝气扑面而来，随手一瓶面霜里都有2克拉的钻石粉，住的也是豪宅，室外是巨大的花园，室内精致欧洲复古风，宛如金碧辉煌的宫殿。人间富贵花没有错，只是高阶的审美在财富的投掷与色彩的铺陈上，总归要带3分克制。灰土如今原本就与社会主流理念背道而驰了，过度的消费连累女儿王诗龄也受到非议。对一个小学生，几万、10几万的包说买就买，在女儿身上每月花15万。给女儿1年的生活费购买一栋别墅，这样的富养带给女孩的并非只有被羡慕。虽然小女孩本身成绩很好，会画画会歌舞，但一身才艺已被过度富养带来的争议遮盖了，这在她的年龄或许是一种不可承受之重。路人会对着小女孩手腕上价值2.6万的宝格丽啧啧议论，却未必看见她手下童话的天真与灵气。相比之下，画家爷爷每年给孙女画一幅肖像画记录成长，是多么清新可爱的存在。揣测一下哈，出身艺术世家的王岳伦从出场开始就是自带滤镜的。母亲是医生，父亲是著名画家王辉，受教于吴冠中先生等艺术大家，画作大多被国内外著名博物馆和收藏家珍藏。这样的家庭，其艺术光环对普通女孩子有吸引力，对经历过一段婚姻挫折的李湘更有。第一次与李厚霖婚姻的挫折，可能让她对某一类人失望透顶，不愿再选择一个商人，更希望找一个文化人。她愿意相信文化人的素养和温良会承托自己的感情和余生充足的能量。毫无疑问，当初的他们是幸福的。李湘接受李静访谈时曾说，我一直需要像王岳伦这样的状态，很开心，很快乐，很自我，没有任何人鼓掌喝彩表扬的时候，依旧能充满信心的过好每一天。这人生若只如初见啊！目前天眼查显示，两人商业版图已无关联。30号凌晨，就在王岳伦发微博不久，李湘也发了抖音疑似回应，引发网友一波看图猜话。可惜王岳伦还是弱了，他的弱在于上有著名的父亲，中有强势的妻子，下有自带流量的可爱女儿，所有家人都比他强。有人问王岳伦到底有什么作品，一个网友的绝妙回答：爸爸去哪儿。唯一拿得出手的作品还是闺女把他带火，出生环境太优越，周围的人太优秀，他的存在感、话语权、事业心、成功欲都会受到别人压制，至少是影响。
吐槽大会上，所有人都吐槽王岳伦的软饭男人设，拿李湘卖掉一套房产投资他的电影《十全九美》来说事儿。女儿也崇拜地问妈妈：“你还会做生意呀？”李湘答：“当然了，我不赚钱，谁养活你和你爸呀？”虽是半真半假开玩笑，但在公众面前大声说出来，女强男弱的标签不能再明显了。他默认了家里所有人都比我强的现状，却默认的心不甘情不愿，表现出一种拧巴。一个内心自洽和充实的男人，未必拼命追逐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一定不会干做个废柴，更不会让自己在公众镜头中留下的只有社交买醉、夜会美女这些烂俗的桥段。一个人不管男女，无论贫富，活的不就是个心气儿吗？而婚后的李湘也从原来的好人缘渐渐变得不让人喜欢，除了广为诟病的炫富之外，直播带货也接连翻车。还有致命的一点，对公众人物来说，素质永远是死穴。在三亚租房做直播，结果退房后，房东 PO 视频爆料房间被糟蹋的脏乱不堪，垃圾成堆，双方为此事撕了几个回合。网络舆论永远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处理这件事的态度，坑的不是对方，而是自己啊。对众多看客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当初觉得甜美可爱的女孩，中年之后彻底变样更遗憾的了。说回到婚姻中，各种爆料中，她在家里都是强势的，给伴侣的戒律有：无论有多么重要的应酬，必须在12点前回家；晚上打电话必须要接，无论你在谈什么事，无论多么重要的事，无论有多远，10分钟内必须出现在我面前。若敢顶嘴吵架，就要被扫地出门，无论冬夏都得在门口蜷缩着待上一夜。面对王岳伦的绯闻，处理态度总是很拧巴，公开讨伐别有用心的人，发火让坐他车的女性滚蛋，力挺老公相信你，恶人总会有恶报。于是每次王岳伦都陷入被拍到实锤喊冤证清白，表爱妻决心或老婆力挺的神奇闭环。他也经常告白太太，一告白就生啊死的，怪隆重的。可是但凡经过看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围观群众，心里都明镜儿似的。一个需要用满屏感叹号去强调自己爱老婆的男人，一定虚弱；一个需要用发飙和怒吼去宣告婚姻所有权的女人，一定疲惫。这份感情从双方骨子里就是虚浮的，并极力表现出完美与昂扬的样子。就在今年春天，他们还晒出999朵玫瑰大牌手袋，搭配和谐的大红亲子装，越用力越无力。色厉内荏的人一定很辛苦吧？当然不否认每对爱人相遇当初都有甜蜜和真诚，但也要正视时间的无情和磨合的不易。家不该是一个柔软舒服、有俗世烦恼却没有隔夜仇恨的栖息地吗？如果一个家庭需要用大吼着去捍卫，那真的太悲凉了。借用一段作家 S 阿姨的话，相信并不是她不能忍受有点缺憾的婚姻，她不能忍受的是一次次筑起华美的布景，被她搭戏的演员拙劣的演技频繁的拆台。在这场离婚风波之外，一片闹闹哄哄的八卦中，我却唏嘘了。坏的感情关系会遮盖人的美好天真，激发人的贪念暴躁。人人谈远离内耗，坏婚姻才是最大的内耗。评判一段婚姻的成就，人们的标准总会是有没有出轨，存款多少，房子几套，车啥牌子，婆媳矛盾了没，钱谁管活谁干，孩子谁带，谁付出多。但终极标准难道不应该回归到人本身吗？一段婚姻是让两个人都变得更好，还是变得糟糕？从这个角度上说，结束了感情的李湘和王岳伦，未来说不定各自逆袭，变得更好呢。这件事里不评判对错，不草率站队，那是人家前两口子的事。多说一句，物极必反，水满则溢的规律并不是玄学。家世、财运、美貌、才华、幸福不会齐齐降临在同一个人身上，除非他非常谦虚，善于自省。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欢迎点赞、评论、转发。这里是于姐，我们下期再见。